新北市芦洲区地狭人稠，人口密度高居全国第2，与三重一样，多是南部人的北漂首选。地缘因素使得宫庙与八家将文化与三重齐名，而芦洲交通仅有一座纯芦桥，基本上对外交通皆需借道三重，加上早期的生活机能不方便，因此被网友戏称是三重的简称地带。不止如此，饶舌歌手屁孩在《天龙国》一曲中以一句“住芦洲好丢脸”一词反讽台北生活。而芦洲人是怎么想的呢？芦洲这里怎么样？芦洲真的是块宝地啦，哈，生活机能什么的也都很好，不会输台北市。这里很清新、很干净哦，住家就比较安全啊，不要那么复杂啊。我觉得很乱大家都乱停车啊。但我觉得实际上大家人都很好。芦洲跟三重就是一直被绑在一起，那你们会因此而感到困扰吗？我觉得蛮引以为傲的，就三重感觉又更凶一点。抓牛 boy 啦，抓牛 boy。虽然被形容混乱，三芦一家亲的精神并未随着时光流逝，依旧照耀着淡水河左岸。本次哈哈台街访带你走访芦洲，一起看看霸道浪漫左岸的风景。进入正片之前，先给你看看霸道总裁我的爱。进广告。袁湘琴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有种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吗？我可以啊，反正我已经看清你的江直树。上大学之后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你好100倍，不是好10000倍的人。好啊，你去找啊。我可以啊。你要去哪？跑步啊，跑40公里，富邦金控就会帮我直说啊。我在希望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Kimi 啊，只要做对的事情，你就是地球队。地球？对。不球？对。跑40公里，富邦金控就替你种树，以牙还牙，加倍奉还。これは私の原则。做对的事，你就是地球队。富邦金控 Run for Green 马拉松植树活动，只要累积40公里赛程，富邦就会为你种下1棵树，还可以线上看哦。那倒是平铺直述。杰尼，你怎么看？不错。首先，在芦堤公园的户外健身房看到了似曾相似的场景。修蛋之类，有歌实力。事隔2年的落魁阿伯，能不能扳回一城呢？年轻人都做不到这个动作年轻小姐换你抓人。年轻人哇！最励志的三芦代表，也许是因为成功血耻，旁边的阿伯开始加码。小姐，你要搞错，叫阿勇啊，亚这个伊用我多了。大哥叫阿勇是不是？阿勇，阿勇，阿勇伯啊，竞争较厉害。这个是陈大哥啦。哦，好猛哦！这个大哥啦，叫你来夹啦，都来啊！竞争谁家啦？来，我你来，开杠谁啊？来，大哥，我你夹来。真的谢谢，我们先访问哈。我觉得芦洲住起来这个水你看到，滑水水路哈，这个比较宽，水可以玩滑水，也能滑水。芦洲跟三重这边比较起来有什么差别？三重比较好，比较好。不是啦，我说这边比较好，这比较宽，比较长，比较宽，比较好玩。啊，你觉得三重的人跟芦洲的人有什么差别？运动比较好，比较宽，比较长。你看有没有长？这么宽。啊，如果跟运动没关系，就人呢相处起来。这比较宽，你看，你自己看都知道，这么长，在塔那边有水，滑水都可以啊。那你觉得芦洲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在这边骑车要很危险，就很多人都不戴安全帽啊。我发现大家都有戴啊。我来的时候应该是晚上的时候，而且9点过后，这是一个奇景这样。像我小时候，我爸妈载我，我说安全帽呢，他说不用，警察都认识。所以你以前也是不戴安全帽的？我爸妈没有给我啊，我就不能戴啊。谁叫我爸妈认识警察？大家都会有刻板印象说这里的8+9很多。很多啊。像我表弟妹就是8+9啊，他们其实人蛮好的，蛮贴心的，所以这里的治安算好。
算不错哎。所以没有像外地人想象中的那么恐怖。我觉得可能三重会有枪声吧，泸州应该是没有啦。三卢一家亲的毁灭者。说到三卢治安，在中原公园观旗的贝贝也有一番看法。那会不会有人觉得这边有很多坏小孩？不会啦，泸州不会，泸州就是小镇，泸州生活很安定的。那泸州跟三重哪边生活比较安定？哦，三重就比较复杂了。啊，三重那早期的地蛇头哈。地头就是地头蛇，有人在那边撑，人家后面为什么说啊有黑老大假头啊，都知道他们占地盘了嘛。他说那边很黑啦。三重的地蛇头比较黑。你没事，就是1半个小时，都会缩短剪到差不多10分钟的片段嘛。有些东西该剪要剪掉。对啊，会剪掉。啊，张总那早期的地蛇头哈。大哥，你期望你自己剪出来是几分钟？那我就5、6分钟就好。我不要太出名了。怕你太出名，我们先这样就好。接着，我们在忠义庙旁遇到了聊天的阿姨们，其中一位是警友会办事处的组长。你是泸州人吗？对呀。你在泸州多久了？哦，30、40年了，我70多岁了啊。这里的那个休闲娱乐是什么？像我就带一些志工，像我之前是我们泸州妇女成长协会理事长，那还有志工环保是那个组长，还有那个理监事，还有我是邻长，也是警察局的组长。我当过妇女会理事长嘛，泸州的嘛哈，认识的人很多，差不多几个公园。讲到说忠义庙、红马道，大部分都认识我。我想这就是泸州的角头势力吧。在泸州这么多年来，你觉得你做过最自豪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志工就是有的人夫妻档进来当志工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是离婚的，你知道吗？在那边乱交来交去交的，我都这边劝一劝，那边劝一劝。可以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人家有家庭，不要妨碍人家的家庭，真的不好。要有公德，不要迫害人家的，不好，真的。所以志工团队里面会有小三哦。嘿，不是恁祖妈讲的。在鲁提宠物公园，有位女子搬来泸州14年。那你原本是哪里人？哦，大稻埕。那你来泸州，你觉得泸州怎么样？因为我搬来14年了，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捷运，实在很不方便。我自己刚搬来的时候，我甚至觉得我自己是次等公民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本来在台北市长大的，所以会有那种天龙国，还有一种自以为的骄傲，没有？治安文化就真的是人民水准，就是整个生活水准，我觉得真的比较次的。比方说地上很多槟榔渣呀，安全帽，我刚搬的时候大家好像不太戴安全帽，我觉得这什么次等的次等的区域。泸州天龙国的次等区域。你现在还觉得你是次等公民吗？我觉得人就是会因为习惯，确实会开始认同这个土地啦。觉得哪边的食物比较好吃吗？我觉得都还好，就我自己那个家乡宁夏夜市最好吃。宁缺毋滥。泸州捷运站外有2位男子看起来非常可疑，于是我们走近询问。我第一次听到泸州的时候问这个朋友嘛，我说：“哎，那你住哪里？”他说：“California。”我说：“啊？”他说：“哎，你听过加州吗？加州怎么念？”我说 ：“California。”他说：“对啊，所以我泸州不是California吗？”那你们没有 beach？You know we have beach California。我们就是提早出来，先碰个面，聊一下工作的事，然后等一下的时间这样。对，要拍摄。你们是影音产业的？对，影音产业的。你的衣服有点特别。所以我们的影音产业其实跟这有关，你猜猜看。那我猜 AV 导演。猜对有奖品吗？还是你等下可以跟我们去现场？别小看杰尼，他早就拍过了。我们的那个发行方是那个麻豆传媒，应该蛮大的吧？很大吧？在台湾拍这个 AV 是合法的吗？是合法的，是合法的，是合法的。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是在法律边缘。坦白说，我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面拍这样子的一个内容，它并不属于散播猥亵图文。你现在已经2020年了，不要在农业社会那种感觉。不偷不抢，而且我们有做身体健康检查。你今天在台湾说你做 AV 产业觉得很羞耻，但你今天到加州的海滩说你是个 AV 导演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多少妹、多少男生想要认识你吗？风土民情的关系，好不好？看来这就是 California 跟 California 的差别。男优这个角色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吗？还是应该有一些什么那种什么先天优势？
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先天优势。比如说还没有进到成人影视产业的时候，都会觉得说啊，做男优很爽啊。我有看过一个很心酸的画面，就是我说啊，那现在大家放饭哦，然后那个导摸还对着那摄影机还开着，你发现那个男生就一直在撸，一直在撸，一直在撸。然后女优呢，因为要休息，她躺在旁边，那是一个很心酸的画面呢，要一直补一些汁液。然后女孩子也没看到，然后可能20分钟说好了吗？还没有，然后我再睡一下，心酸呢。对啊，所以你说做男优哪里爽啊？一点都不爽啊，那很专业的事情呢。知男最爽，因为知男就是射后不理啊，射完就是领便当啊。我想我也遇过，就是5个直男4个从头软到尾，就我从来没看到他起来过。一开始来的时候就大家都很自信啊，就来的时候发现从头到尾就是比看谁最低，知难而退。对，真的是。大家可想而知，平常旁白的谐音梗都是由杰尼一手包办的。在尼加拉瓜公园，有位男子要告诉我们：哎，刚刚泸州安哦，泸州家人讲是神将的圣地啊。你本身就是在玩庙会的。是。你觉得你是8+9吗？看你们那恭维啊，因为我这么跟你讲好了，我们这些人的存在啊，它的逻辑就是地方自治武力，这个有读过历史的都知道啦。那所以你说咱这人较歹小寡，正常。讲难听点，你要不要坏到外面的人去，那是你的修养问题。人家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啦，但是我坚信我们这锅粥还是粥，只是小颗屎而已。除了8·9资讯，他谈到台湾人爱跟风。你不喜欢那个进香？不是不喜欢进香啦，是我觉得没必要啦。我觉得信仰的东西是这样，你信仰你再去，你没有必要说去为了跟风。像现在来讲，年轻人不要说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个圈子，会跟风的以下这5种东西嘛：塔罗、佛牌、虎爷、白沙屯或北港任意妈祖。搬了到国行啊，尤其是妈祖这一块哦，我直白讲，会去封这一块的彩虹的比例比较高。妈祖比较没有那个要求人们正常性别的那种。妈祖真彩虹女神，泸州啦吼，真的就是还是以神将为主。神将。那三重埔来讲，因为公司多啊，外口移民嘛多，那顶头的看5花10色。啊，尤其像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辣妹，那捷运红线的话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个人称之为明智未开，所谓的超保酱还比较多，我们都笑称说那是花钱捐血啦，就是包红包叫去当车唔是，你一看就知啊。怎么看呐？你看你骹步比较大，敢若晓讲诶，啊讲诶，佮敢若老岁，有个小皮讲着你讲袂生毛尔，迄个假，迄个出变红包诶嘛。好了，讲个比较雅称的好了，你们外面查叫悄悄部队。拢在讲就对了。庙会分类：泸州神将、三重辣妹、捷运红线、太古达人。说到庙会文化，我们来到泸州的百年老庙，有位在永莲寺服务的女子。我刚刚有看到楼上3楼那个金佛祖，对，是用玻璃围起来的。对，为什么要特别围啊？那是防弹玻璃。这么高规格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那一根是1两黄金。哦，所以那是纯金的。375公斤的黄金。375公斤的黄金。你可以去算一下市价就多少？你现在1钱的黄金吧，大概6000多块，7000，375公斤等于1万两嘛，1万两再乘以10就是钱，1万10万的钱，那假设以6800去乘以10万。哦，亚斯米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宫庙的收入是来自哪里啊？大部分还是来自于信众的捐献啦。你有曾经遇到让你很惊讶的捐献的数字吗？700万。你说一次吗？对啊。金佛祖的其中一根手指头是他们努力的结果。永莲寺外有一位从3重来的信众。你今天怎么会来永莲寺？因为该是时候来拜拜一下，求身体健康。所以最近身体状况比较不好一点，很糟，非常糟，对，糟到不能再糟了。平日说实在的，我都爬不太起来，因为我都要卧床。我有重度恐慌、重度忧郁、重度焦虑，然后重度失眠，然后还有脑瘤。脑下垂体有脑瘤，我们通常都没有什么朋友，对。你要自己把我们当朋友。对，而且又会有一些那个药物作用，所以会造成有一些什么迟钝啊，还是或者是忘记之类失忆啊那些。他是我好朋友，我只有他。他叫什么？他
叫熊大。好朋友熊大的背后，其实还有一段故事。这是我姐姐给我的唯一的一只。所以你平常都会带着它？对，因为我没有朋友，所以我姐姐她离开我的时候，她就给我这个熊大，然后告诉我，熊大会跟我在一起一辈子，之后她不会抛弃我，不会离开我，所以我到哪里都带着她。因为我姐姐离开我，她没有照顾我了，她因为我拖累我姐姐10年，是真的拖累她10年了，她照顾我10年24小时，我们全家人。就为了要让我活下去，因为我是重度忧郁嘛，所以我有想死人的状况很严重。对，他们为了救我，就顾我这样子，全家人过了10几年。然后二姐姐她说她要过她自己的人生。那你现在就没有再跟姐姐见面这样吗？没有了，而且还拖累到家人，所以我也不太能回去，我只能跟他们说声抱歉，真的很对不起你们。如果他们看到这个影片，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？你们一样都是我最爱的家人，我没再犯错了，我会自己爬起来，我会很努力，再多活下去，多活久一点，希望还能有机会，可以再让你们给我人生的再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让我可以回去那个家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好。爸爸交代的话，妈妈不做到，是我袂使回去，我无迄个命。妈，是的。收拾好情绪，熊大姐有话要和大家说。那你刚刚有跟神明说什么吗？我希望大家就是能过得更好，然后像我的病也可以好一点。我想多活久一点，新的开始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过得很好。所以我抽了一个签，很开心。上签呢，秀一下。所以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样，要开心哦，知道吗？没有什么事情会倒下，人家还有一口气，都永远有机会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要撑到最后一秒，永远都有可能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秉持着熊大姐的精神，决定向菩萨求签。而盖瑞询问了企划组的未来全新企划对于哈哈台是否有帮助。好紧张哦！下签。柏林月色摇，树影恍若铺陈满地球，几度儿童来收拾，岂知收拾总成空。怎么会？听起来很惨呢。结论：感谢菩萨指示，那个节目我们就先不做了。更多的幕后花絮影片都在会员影片专区，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加入按钮来看我们的笑话吧。